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最近啊，网上有个帖子火了，就有人在网上提问说，哎，为什么美国充斥着你看像印度裔、拉美裔还有非裔等等这些族群的人，走在大街上也经常看见这些族群，那他为什么不去大量引进像这种平均智商比较高，然后更勤劳、犯罪率又很低的亚裔呢？而且亚裔其實去美國的意願也比較強啊。對啊，仔細想想確實如此啊。你看亞裔它這個人口比例在美國常年就維持大概在7%左右，而拉美裔呢佔比19.4%，非裔啊佔比13.5%，都遠遠要超過亞裔。關鍵是這個7%還是常年維持，就是它沒有一個增長的那麼一個變化趨勢啊。對啊，而且更讓人費解的是吧，我們大家應該眾所周知的，從這個平均受教育程度來看，亞裔美國人他擁有的學士學位的這個比例是高達55%的呀，遠遠高於就是美國平均水平大概30%幾。所以你看啊，這整體上來看，亞裔普遍是教育程度高，收入也高，但政治影響力呢，在2024年，亞裔的選民只佔合格選民總數的5%左右。那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話題，為什麼美國好像不大規模引入這個平均智商比較高，受教育程度又比較高，又很少惹事的亞裔？為什麼亞裔在美國就是難以形成真正的影響力呢？在美國呀，亞裔的移民是少，而且是長期穩定的少，這到底是為什麼哈？就為什麼亞裔他不拉扯周圍人一塊兒去移民呢？你看這個印度人、拉美等等人，這個移民了之後，就發現這地方不錯啊，就會願意拉着周邊的親戚或朋友一塊兒移民。而且感覺他們就是甭管合法的或者非法的，反正先把人弄過來再說。就感覺經常一個村裡一個人來了，然後整個村莊的人都來了。對。所以現在網上不是很多調侃嗎？說加拿大已經變成什麼印加拿大了。但你看這個亞裔，咱主要指的這個中日韓什麼東南亞。對，但是亞裔就不會說什麼自己過去了，然後什麼非法的把自己的親朋好友弄過去，就感覺亞裔還是起碼來說從法律角度或者說移民政策，他們還是很遵循的。不管說是投資移民還是技術移民，就走這個路吧，反正就是非常合法合規的。比如說自己能過去，因為你想嘛，移民政策肯定沒那麼簡單，他自己能過去，不是說就能把自己的好像兄弟姐妹都給帶過去，還是沒那麼容易的嘛。就這些年其實也有不少走線啊，什麼通過各種方式去的，就非法過去的。對，但相比那些什麼印度裔和拉美裔的，我感覺這種比例還是少很多。就大部分還是說自己比較，就是說辦個技術移民啊，或者投資移民啊，反正就是一步一步的這麼辦過去唄。對，就大家你會發現，就是有些人就是亞裔哈，就是周圍的人這個移民呢，他都可能是悄無聲息突然就走了，然後可能也就是在走之前，然後就告訴大家一聲。然後走之後呢，往往也不會說跟大家宣傳啊，這有多好，你們也來吧，我幫你們過來啊，也更不會說伸出援手，說我這麼給你擔保啊，我有經驗吶，然後你看你要通過這個那個這一系列的步驟，然後你就能辦過來移民，很少有這樣的現象。這移民過去的呢，基本都是一個家族中的某一位過去了，其他人呢還留在原地，比較少的就會拉着親戚一塊走。除了那個浙江幫和福建幫，後面我會講哈。甚至啊，有的人他可能發現了一個比較好的移民方式和渠道之後，他還隱瞞，跟周圍人不說。說白了，就是有一種心理，就是好像那種就怕大哥吃苦，又怕大哥開路虎啊，就覺得自己過得好。那如果過得好了，就會和周圍的親戚朋友拉開差距，會有一種心理滿足感啊。他其實不願意拉着周邊的人一塊來享受這個移民生活。當然了，剛才我也提到，這不是絕對的。比如這個福建幫和浙江幫，他們確實會拉着周圍的人一塊到海外去賺錢。因為大量的浙江和福建幫當年去移民到美國的，基本上他們主要是靠着這個做生意，而不是說這個現在基本上是靠着技術啊去打工這種方式。所以他們是非常需要大家形成一股合力的，互相能夠有幫忙，互相照應。現在大部分的中國移民其實都不會推薦自己周圍的親戚朋友跟着自己來一塊兒移民，這就和印度和拉美就完全不一樣。我覺得真好，可能還有個原因，就像你說的嘛，因為印度人他們基本上也都會說英語，所以他們去那邊的話，其實相當於是無縫銜接了。然後像中國人可能會天生的有很多人他不會英語的，會覺得有點恐慌，對於性生活，倒不是說自己不幫親戚朋友，當然這個比例願意幫的也少。然後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可能有的人願意幫，然後親戚朋友自己不想去，也有很大的這個
原因吧。然後我覺得第二點呢，就是說確實隨着中國經濟在過去20多年的這個騰飛，取得了巨大的飛躍。沒錯。比方說像上個世紀80、90年代，很多人移民海外，那確實感覺是去美國撈金了，就覺得美國遍地是黃金，然後每個月不是很多人說嘛，在美國哪怕餐館打工，每個月還能往家裡寄$1000。但是現在2020年之後，就感覺這個已經迅速的縮小了，尤其像去年，你看像那個 TikTok 當時說要封，然後很多這個國外的人用這個小紅書，不是說產生了中美對仗嘛，就會發現，哎，其實現在中國人這個生活水平已經大幅度提升了，然後包括像日常的吃喝拉撒呀，就是享受美食啊，出門旅游啊，這已經是沒有什麼差距了吧？所以就可能這就是現在年輕人他出國的比例也不像以前的人那麼高了。对，所以你看，像印度啊、拉美，他們確實很多人去美國，那是因為就是美國確實比印度、拉美這個綜合實力要強很多。對，一去了就感覺生活質量顯著提升。那現在對於現在的中國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就會覺得我去美國或者加拿大、歐洲，並不會說讓他的生活質量顯著提升，反而甚至有可能下降。就很多現在中產絕對是往往會這個跌落階層嘛。對，很多人都說中產如果出國的話，這個階層就滑落了，你的生活質量還不如在國內的時候高。所以確實，你看，如果你要聊起這個出國移民，確實有一部分的中產，他提起這個話茬，他會有一種抵觸的心理和畏懼的心理，或者是抗拒的心理哈。但綜合來說啊，就是亞裔，你看他不忽悠周邊的人去移民，和印度、拉美裔會非常的熱情的拉着周邊的人一塊兒移民，這個差距還是非常明顯的。就長期下來就會導致啊，現在在美國的這個人口的這個比例、種族的還是非常懸殊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那談到為什麼亞裔就不像印度、拉美等還有非裔這麼抱團哈，就抱團在一塊兒，你幫我，我幫你，互相有認同感，不好嗎？其實這個核心原因啊，還是歷史。那你看，在細分族群內部呢，其實還是有抱團的。比如啊，你看大陸非常典型的浙江幫、這個福建幫，出去闖蕩的時候就很抱團。大家可以去看一些講述美國和日本唐人街的電影哈，就是非常典型的這種區域性的華人抱團。但他們是僅限於這個區域，對其他區域就不信任了。那為什麼呢？因為之前有過被背刺的經歷嘛。比如有一些一點點的利益就會背刺其他人或者出賣其他人，這種口碑和經驗長期的積累下來，就會產生巨大的隔閡呀。從1970年到2016年，亞裔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幾乎是翻了一番，取代了非裔，成為美國經濟狀況差異最大的族群。華裔是亞裔中貧富懸殊最大的族群之一。一方面有高技能、高學歷的專業人士，比如最著名的黄仁勳，是吧？对，而且像現在硅谷的大公司裡面，我感覺已經是遍地是華裔了。我之前现在人工智能時代，幾乎是一半的人都是華裔在主導。對，我就之前看這個有一個工程師嘛 ，OpenAI 的，然後就說，哎呀，他之前5年前在公司裡的時候，就感覺一定要會說英文，然後才能夠融入進去這個主流的這個技術團隊。但現在呢，就發現全都是老外開始學中文了，因為他們覺得必須得會中文，然後才能融入進去。那另一方面呢，你看這個低技能的勞工集中在餐飲、服務業等領域，收入相對比較低，而且華人之間呢又特別能吃苦，所以就導致啊，就他們在競爭這些崗位的時候，他可以要低一些的工資啊，所以這種內部分化進一步就加劇了華人群體之間的互相的不信任。再看印度裔和拉美裔。你看，印度裔美國人中54%是信仰印度教的，13%是穆斯林，10%是基督徒。雖然宗教是多元，但他們在政治上懂得聯合呀。2020年的72%的印度裔投票給拜登啊，顯示出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美國國會中有5位的印度裔，40位的印度裔擔任州議會議員。在所有的亞裔群體中是人數最多的。然後當然硅谷中大家都知道，很多印度裔已經做到了硅谷頂級公司的 CEO 是吧？印度裔的大部分呢會信奉天主教，近年来也有大量的拉美裔改信新教。但無論信什麼教，他們有共同的西班牙語，有相通的拉丁美洲文化背景。拉美裔最晚一批大規模進入美國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之後，這個時候民權運動已經發生了，他們就保持了非常充裕的文化主體性。非裔美國人啊，絕大部分信奉的是基督教，主要是新教中的浸禮宗和衛理公會。黑人教會在18世紀就開始形成了成為了這個非裔社區的精神中心和組織核心。
1895年，全國禁禮宗聯會成為了最大的黑人宗派啊，擁有大概270萬會員成員。你想，黑人教會它不僅已經是一個宗教場所了，也是一個政治運動和社會互助的平台。其實我們在很多電影裡面都會看到類似的场景，就是如果發生了什麼公共事件，那麼在黑人的教堂裡面就會有人在上面慷慨激昂的演講，然後底下會一呼百應啊，得到非常強烈的呼應哈。而在美國的政治裡呢，有一個鐵律，就是你人數越少，聲音就越小。哪怕是講政治正確的美国，这也是赤裸裸的现實啊。印度裔、拉美裔、非裔其實都很明白這個道理，難道精明的亞裔不明白嗎？當然也明白，但是就是做不到啊。大家有沒有發現，現在越來越多的非裔、拉美裔，包括印度裔開始躋身美國的上流社會，但是你很難見到美國亞裔出現在美國的上流社會，除了人工智能時代，現在脫颖而出了黃仁勳等等一些人哈。而且啊，一有什麼電視劇啊、什麼電影，往往這個亞裔都是扮醜的形象出現，你很少在這個美國電影裡面看到非常帥的帥哥哈。這2年我覺得好一點了，以前是，然後從前幾年開始就是那個什麼什麼 Crazy Richest Asians， 從那之後吧，我感覺稍微好一點。然後包括像劉亦菲演的花木蘭之後啊，对，之前你看那個破產姐妹裡面，哎呀，那個亞裔的形象都是形象極其的刻板。你敢在美國給非裔和拉美裔上這種刻板印象嗎？第2天這些族裔就分分鐘給你上課。对，所以還是得自己人多一點啊，這樣才有話語權呀。對，而且抱團啊，而且拉美裔他們都有類似於教會這樣的組織啊，是吧？然後拉美裔和非裔美國人其實他們都深深明白美國社會的那個運行邏輯，就是族群越大，話語權越大嘛。所以拉美裔也好，非裔也好，甚至印度裔也好，他們到了美國的第一件事啊，往往就是瘋狂讓自己的親戚朋友都過去哈，然後而且加入當地已經形成的這個組織，別管是非法的還是合法的，反正啊就是最好把周圍的人都弄過來，你身邊的同胞一多，你居住的這個社區話語權就越大，甚至到了這個族群佔據大多數的時候，整個社區啊就是這個族群說了算，族群越多，這個投票權啊對整個州的政治影響也就越大，別人呢敢忽視你嗎？在美國南方，你看拉美裔已經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啊，拉美裔的利益就是大部分人的利益，他們有選票，有人口，市長也好，州長也好，沒有人願意得罪他們。然後咱們再看看這個非裔群體啊，黑人群體，你很少看到他們區分什麼南非黑人、北非黑人、東非黑人、西非黑人，只要是黑人，基本上自我認同感哈，在美國基本就是一體的，他們不會細分成那麼多的地域群體。各個地域之間還互相提防，不會的。對，但是你說亞裔，就感覺你看中國的、日本的、韓國，首先這3個國家就有點那種互相提防，誰也看不上誰，然後在網上經常互相罵來罵去。然後就中國自己的群體也是什麼北方的、南方的，什麼這個省那個省。亞裔確實就截然不同，就像你剛才說，這個韓國、日本人有的還刻意和中國人劃界限呢。雖然在中國人也跟他們劃界限也一樣，對。对，雖然在這個西方人眼裡就可能都差不多，還有你看著名的越南幫是吧？在很多國家，越南幫是非常強悍的一個幫。然後馬來西亞呀、新加坡呀、台灣、香港地區都來自不同地區的這些亞裔，互相都有地方心理。對，就不僅互相提防劃界線，然後不是網上還各種說嘛，叫防火、防盜、防同胞，然後還有什麼出國了更要防着自己人。首先這種說法，我覺得就讓人聽了真的是挺心寒的。對對对。尤其這個亞裔之間，因為他們為什麼互相提防啊？就是因為他們互相更為了解，所以他互相更為提防。反而呢，對距離自己有一定這個距離的這個西方人和其他族群，有的時候還相對信任一些。語言呢也是一個大問題。雖然這個亞裔啊都是亞裔，但語言你看差異太大了，什麼中文、日文、韓語、東南亞的馬來語，還有一些地區用英語的哈，再疊加這個中日韓之間的經濟競爭哈，就是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還有體育競爭，甚至文化上的這個競爭。那中日韓亞裔首先它就完全無法做到團結統一。即便是在華人內部，也有什麼簡體中文、繁體中文世界哈。然後像大陸、香港、台灣，由於長期接觸的信息渠道和信息來源截然不同，成長背景又不同，就存在較大的文化和意識差異。雖然年輕一代這種差異肯定會小很多了，在互聯網時代嘛，但背景的不同仍然會導致這種互相認同感上的比較大的差異。
而亞裔呢，往往又是因為普遍的比較精明，所以你看就多了一些算計，算計多了，那自然提防就互相多了，自然就无法形成信任。感覺像是因為亞裔這個平均比較聰明，智商水平高，所以互相提防。不完全是這意思啊，就這種聰明其實主要是小聰明了，真正的大智慧應該是亞裔之間的團結嘛。但就是因為這些小聰明的存在，導致了無法團結，所以還是缺少大智慧。而美國亞裔或者任何其他移民國家的亞裔啊，其實必須明白的是，只有這個族群足夠龐大，那整體美國才會非常重視你，不敢在電視電影上抹黑你啊。就剛才你提到那句，就是說出國了要小心同胞，這話呢，應該說不完全對。當然不对了。对，因為呢，这句話背後意思好像就是別的族群不會害你。其實你看，別的族群不會害你嗎？當然不是啊。在美國，亞裔被搶劫、被歧視、被傷害，95%其實都是其他族群造成的。所以而且就我自己的經歷來說，我覺得在生活中或者說工作中跟這種不同族群打交道啊，中國人的素質真的是就是亞裔普遍真的是比較高的，华人素質非常高，算非常高的。而且像這種信任度啊，大家還是有的，尤其是隨着年輕一代吧，咱們就說這個70後、80後，隨着他們的大批量出國，然後現在90後、00後，就是你会感覺這個數字真的是越來越高。沒錯，然後你看美國在2016年，加州還通過了亞裔細分法案，將亞裔就細分成中國人、孟加拉人、印尼人、馬來西亞人等等21個族群。有專家直言，這個提案的目的就是用種族配額的方法，限制亞裔人口在接受高等教育啊、公司錄取和政府僱傭等層面的機會。那你敢對非裔和拉丁裔這麼幹嗎？當然不敢。2023年的5月，佛羅里達直接禁止中國公民買房，州長就簽署了一個叫 SB 264的法案，以所謂的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中國公民在該州購買土地與房產。這樣帶有歧視性的法案為什麼能順利通過呢？因為亞裔人數少，話語權也小。美國各種大學啊，對亞裔學生的這個評分普遍低於其他的族裔，即便這個亞裔學業成績非常優異。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說亞裔學生的 SAT 成績要比白人高出140分，比拉美裔高出270分，比非裔高450分才能進入美國一流大學。超高的分數線被稱為亞裔稅。你問問這些大學，他們敢給非裔上這種 buff 嗎？就是分分鐘把你這個學校給掀翻了，得在網上不知道得就是炮轟成什麼樣吧，這些大學。那如何讓亞裔能夠打破隔閡，能夠團結起來？那只有一個辦法，能夠讓亞裔團結的就是只有宗教。我覺得只有這種大智慧，通過宗教才能實現，就讓大家共同產生信任和價值觀上的認同。其實我前面也提到了，這就是非裔和拉美裔的一個經驗。你看非裔、拉美裔加入教會的這個非常多哈，他們也通過教會形成了一個樞紐、一個紐帶。那參加了一些教會的這些亞裔團體，你會發現他們也是相對比較團結的，互幫互助。但由於亞裔是普遍缺乏宗教信仰的，大部分的亞裔群體並沒有加入宗教團體，所以呢，這絕對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而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哈。然後你看其他的族群，印度裔雖然宗教多元，但宗教信仰呢，在他們的生活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他們通過印度教寺廟啊、錫克教寺廟、清真寺等宗教的這些場所，建立起這種跨地域的社群網絡。拉美裔就通過天主教會和福音派教會，形成了遍布全美的互助網絡。非裔通過黑人教會，不僅獲得了精神上的慰藉，而且獲得了政治動員和經濟互助的平台。那宗教為什麼能夠打破隔閡呢？因為宗教啊，它就提供了超越地域、語言和文化的這種共同的信仰。在之前也有很多人分析過，美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第一強国，美國的興起核心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新教。以基督教為例，在上帝面前，無論是香港人、台灣人、大陸人、日本人、韓國人，都是兄弟姐妹啊。在教会裡，人们就會放下戒備，少一些算計，多一些信任。我們的經驗也是如此哈。我們有朋友在教會嘛，然後去參加過教會的活動，看那個教會裡面確實有來自台灣、香港、日本、韓國的哈。在教會裡你就會發現，這個大家確實比你在外面直接接觸這些人，你能感覺到他們好像更友善一些、和善一些哈。你能夠多給予他們一些信任。也有人呢在教會裡面互相介紹工作，會改變。所以改變這個現狀，我認為唯一的方法就是通過宗教。目前來看，通過宗教呢，能夠放下一切的這個戒備，少一些算計，多一些信任。
只有宗教這種大智慧能達到這種目的，當然了，邪教除外啊。所以啊，最後总的來說，最主要原因、核心原因并不是美国不愿意引进这个亚裔人口，而是美国亚裔啊，并不像拉美裔和非裔那麼做。那亞裔在美國的困境，說到底啊，是一個互相認同和信任的問題。亞裔呢，普遍是比較精明，算計比較多，互相之間的信任又太少，而且又因為互相又比較了解，所以又因為互相了解呢，就連同胞都要提防。而印度裔、拉美裔、非裔能夠團結，不是說因為他們怎麼不精明、不聰明，而是因為他們找到了超越個體利益的共同認同。這個認同啊，可能來自於宗教，可能來自於語言，也可能來自共同的歷史記憶。希望亞裔啊，也能盡快找到這麼一個點，在世界各國的亞裔族群也能夠互相信任、團結。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